中国在055驱逐舰上取得了怎样的发展？这对于中国将有怎样的意义？中国055驱逐舰进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具有怎样的变化？相比美国朱姆沃尔特驱逐舰有怎样的优势？我们都知道，055驱逐舰作为中国最强大的驱逐舰，随着第一艘055驱逐舰的问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驱逐舰的历史，也见证了中国国产驱逐舰的发展历史。因此，055驱逐舰对于中国海军来说具有重大的军事战略意义。因此，正是由于055驱逐舰对于中国海军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既使中国加快了对其的建造。我们都知道，中国首批建造055驱逐舰的数量为8艘，且现如今8艘055驱逐舰都已经完成了建造。这样快的建造速度，就连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完全在世界上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而关于这8艘055驱逐舰也都已经完成了命名。这8艘055驱逐舰的名字分别是101舰南昌、102舰拉萨、103舰鞍山、104舰无锡、105舰大连、106舰延安、107舰遵义和108舰咸阳。这就构成了中国首批8艘055驱逐舰，这也为中国海军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关于这8艘055驱逐舰，其中有6艘已经服役，它们分别是101舰南昌、102舰拉萨、103舰鞍山、104舰无锡、105舰大连、106舰延安。这些服役的055驱逐舰也在加紧形成战力，以便可以早日发挥出重大的作用，能够为中国的海军实战化贡献自己的力量。其中101舰南昌、102舰拉萨这2艘055驱逐舰已经完全形成了战力，并且可以远赴重洋执行任务。这也使他们为后续的055驱逐舰以极快实现战力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也将加快后续055驱逐舰实现战力，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取得最好的作战效果。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07舰遵义和108舰咸阳这2艘055驱逐舰已经经过多轮海试工作，在近期可能就要交接入列，将在中国海军中大放异彩。对此，我们可以充满期待。然而，关于这8艘055驱逐舰的去处，也都早已经做好了规划。据悉，其中101舰南昌、102舰拉萨、103舰鞍山、104舰无锡这4艘055驱逐舰将会分配到北部战区，105舰大连、106舰延安、107舰遵义、108舰咸阳这4艘055驱逐舰将会分别到南部战区，以此来大幅度提升中国2个战区的海军实力，并将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威力。此外，随着中国已经完成了对首批055驱逐舰的建造，但是由于中国海军对于这类军舰的需求仍然十分巨大，这就使中国开始了第2批055驱逐舰的建造，并且一次又是8艘，这也将进一步加快促进中国055驱逐舰的发展，也将被赋予新的历史意义，有着更加巨大的发展。现如今，据消息称，中国第2批055驱逐舰已经开始建造。据消息指出，第2批055驱逐舰的建造计划已经开始，且其作为第1批055驱逐舰的升级版，这就使其将针对第1批055驱逐舰所存在的不足进行加以改进，而且还会安装新概念武器，以此来大幅度增强其作战能力。此外，根据商业卫星显示，第2批055驱逐舰已经开始被建造，并且已经有2艘055驱逐舰正在被建造。通过拍摄的卫星云图，就可以清楚看到此次建造的2艘驱逐舰的长度和大小，且在建造速度上也在不断加快，预计在2025年以前将会下水和服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确实加快了对055驱逐舰的研制，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海军的发展，这对于中国面对各样的挑战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关于中国055驱逐舰，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055驱逐舰具有超强的性能，这就是055驱逐舰将会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且在世界上都处于绝对的领先位置，甚至对美国实现了完全碾压。即使是美国海军主力驱逐舰伯克3也完全比不过中国055驱逐舰，甚至在主要技术性能上也完全被055驱逐舰所碾压。因此，这也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也使美国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然而，对于中国055驱逐舰，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了一体化桅杆技术，这使整个舰体看起来更加平整，也更加的美观，并且使人看起来毫无违和感。
也能够发挥出055驱逐舰的最大威力。由于一体化桅杆它是全舰的制高点，而且也是驱逐舰的核心装备，并随着现代化侦察技术和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桅杆的作用不再是作为从前的人为观测点，而是随着现代化科技的发展，一体化桅杆通过安装各种的雷达通信天线，并将其设计成平面式或者球形阵列天线，组成一体化的封闭式综合传感器桅杆结构，以便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雷达探测的目的，达到最好的探测效果。所以这就促使一体化成为军舰现代化程度的象征。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和中国完全掌握这门技术，也只有055驱逐舰和美国的 DDG-1000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在装舰方面实现了真正的一体化桅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第一次在军舰上应用一体化桅杆就取得了成功，不得不感叹中国在电子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虽然美国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与中国055驱逐舰采用了同样的技术，但是现如今美国朱姆沃尔特驱逐舰的发展完全不如中国055驱逐舰，这不禁令人对此感到十分唏嘘。此前有消息指出，美国海军再度确认朱姆沃尔特级隐形驱逐舰的先进火炮系统将被拆除。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朱姆沃尔特驱逐舰作为能够开创一个时代的军舰，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如今其却面临着如此的窘境，不免令人感到大失所望。分析人士还指出，美国朱姆沃尔特驱逐舰作为曾经世界上最强驱逐舰，具有超强的地位和实力，在世界海军发展中有着极其高的地位。但是现在却没有了荣光，其主炮一炮未开就要拆除，这无疑是美国自废武功，将使10亿美元打水漂。这对于美国来说将是巨大的损失，和中国055驱逐舰的发展可以说是大相径庭，背道而驰。所以由于美国朱姆沃尔特驱逐舰走向了没落，这就是中国055驱逐舰毫无疑问成为了世界最强驱逐舰，有着极其巨大的威慑作用。这对于中国海军的发展也有着极其巨大的促进作用，具有十分重大的军事战略意义。除此之外，055驱逐舰还采用了综合射频技术，且完成度非常高，没有传统意义上带有支架和横梁的主桅，直接应用了塔形一体式桅杆，将电子支援系统、电子对抗系统、X 波段火控雷达、信标应答系统、数据链系统、导航通信系统等电子系统的天线全部集成在一起，实现了隐身设计、电磁兼容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结合。这也大大提高055大型驱逐舰的态势感知和信息作战能力，也成为了055大型驱逐舰克敌制胜的法宝。正是由于中国055驱逐舰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这使中国进一步加快了对其的建造，以便可以发挥出更加巨大的威力。现如今，中国首批8艘055驱逐舰，中国有6艘已经正式服役，且第二批055驱逐舰也已经开始建造。这对于中国海军的发展来说将是巨大的助力，这也将会进一步加快中国海军的发展，使中国海军的发展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并进一步提升中国海军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加快中国海军走向世界，加快扩大中国海军的影响力，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